一提到亲密这个词，我们就会立刻将其与性联系起来。然而，在健康在线上的一篇文章中，布里托医生，同时也是博士后、临床社会工作者以及有资质的性治疗师，将亲密定义为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亲近，它是一个人和别人在一起时产生的安全感。亲密是维系一段关系的粘合剂，因为它确实向对方展示了自己对他们的关心。从一段恋情中去除掉亲密感，只会带来肤浅和乏味的恋情，让人感到孤独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7种非性的亲密表达方式。1、关怀。表达亲密最常见和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关爱，因为这表明关心。在不同情况下，关怀看起来是不同的，有时是拥抱一个想要被拥抱的人，或者是发送一条友好的短信，或留个便条。当朋友或所爱的人需要倾听时，就会出现。倾听是一种无声的爱，这表明在意他们的话。2、接受。接受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，因为亲密关系只有在完全接受对方的时候才会开始。我们都有缺点和不完美，因此我们中的许多人只是简单的希望被接受我们是谁。3、信任。除了接受之外，信任也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。亲密就是亲近，为了建立亲密关系，就必须表现出自己脆弱的一面。一个人愿意表现出脆弱一面的唯一方式就是有一个他信任的人，向对方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，遵守保证和承诺，在双方的沟通中诚实透明，尊重他人的机密和隐私，可靠，并能履行自己的责任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通过长时间一贯的行为建立起积极的声誉，能够承认并承担自己的错误，这些都是建立信任的关键，这也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很有趣，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吧。那么我们继续下一点。4、安全。另一种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是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。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，但它与信任和诚实有关。对方需要感觉到他们可以在你身边表现出脆弱的一面，也需要知道你不会让他们沮丧或失望。在你们的恋情中创造安全感，确定自己是多么可靠、诚实和值得信赖。当别人放松警惕或冒险时，不要对他们进行评判。5、诚实。另一种表达亲密的方式是诚实。诚实是上策，对吧？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有时会尝试借口、善意的谎言和不作为的谎言，但最好是诚实且坦率，而不是让谎言张口就来。诚实能让你们变得更亲密。分享一些私人的事情时，会让伴侣更愿意倾听。6、同情心。表达同情是另一种表示亲密的方式，这是个明确告诉别人他们很重要的方式。他们很重要，你会在他们身边，这对恋情发展意义重大，因为它传达了你接受且关心他们。所以，如果有朋友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，或者正在经历糟糕的分手，去看看他，在一天中任意时间给另一半发条爱的短信，或者问候自己的父母，他们怎么样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最后一点。7、体贴。和同情一样，体贴也有助于建立亲密关系。体贴是同情心的延伸。玛利亚姆·韦伯斯特将其定义为关心他人的权利和感受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方式来告诉别人你在想着他们。所以，亲密关系不仅仅是和性有关的，也是你们恋情中的一条重要线索。这是与某人建立联系、连接或纽带的过程。我们必须培养它，而不能只是建立亲密关系，并期望它永远持续下去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它会慢慢消失。一如既往，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如果有大家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心理学内容，我们将不胜感激。感谢收看。